女人被一条巨蟒死死勒住脖子。等消防员赶到后，瞬间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刚刚急救中心接到报警，女人说她被勒住脖子无法呼吸。得知对方地址后，消防员立马赶往女子家中，二话不说就破开了房门。可当进去后，并没发现女人踪影。眼看没有任何回应，队长挨个房间进行查找，直到进入他家客厅，顿时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树干上密密麻麻爬满了蛇，女人竟把蛇养在家中当宠物，这可把老齐吓坏了。 Oh my god. Maybe I can't do snakes, they scared the crap out of me. That scene from Conan the Barbarian with the giant snake, it traumatized me for life. I can't. 巴克还想好好欣赏一番，立马就被队长叫到了卧室。女人被巨蟒缠住，接近窒息。队长尝试用手去掰，但大腿粗的巨蟒力大无比，任凭如何用力，却也都是无济于事。This is not good. Bobby, it's no use. That thing is like 10 feet long. Its constriction strength's like 50 pounds per square inch. Oh my god, I'm gonna start calling you Snakeopedia. Stop it. All I'm saying is that if you stand up, had a chance of tearing down a cement wall with your bare hand. 巴克提议给他一拳，但却立马遭到了队长反对，这样只会把蟒蛇激怒。黑妹提议注射麻药把蛇弄晕，但显然女人坚持不了那么久，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人被蛇勒死吧。千钧一发之际，巴克当即举起斧头，手起刀落砍下蛇头。巨蟒的身体瞬间瘫软，女人这才恢复了呼吸。众人顿时就被她的操作惊呆了。虽然方法有些粗暴，但也总算化解了危机。然而没想到的是，女人对巴克的举动十分赞赏，眼神里更是流露出了爱慕之情。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事后巴克始终没有归队。队长根据定位找到巴克驾驶的消防车，只见消防车架起云梯直通楼顶，队长立马爬了上去，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大发雷霆。巴克竟在和蛇女玩游戏，队长对此忍无可忍，决定当场开除巴克。You're fired. What? Disrespecting our firehouse in this fire department. 即便巴克再三恳求，可奈何队长心意已决。殊不知在下一场救援中，巴克竟然再次立下奇功，不但救下一名女孩，更是凭一己之力制服了歹徒。千万不要招惹消防员，否则你肯定会挨一记水泡，甚至怎么飞出去的都不知道。刚刚紧急中心接到报警，9岁小女孩独自在家，2名歹徒闯进她家试图抢劫，说着便朝楼上跑去。然而更糟糕的是，女孩才刚搬家不久，只知道街道名称，并不清楚具体地址。接线员让她往窗外看看有没有标志性建筑物，可外面除了棕色房子以及一辆粉色自行车，并没其他的参照物。这可把警察黑姐难住了，这里全都是同款的棕色别墅，放眼一看起码有几百栋，挨个寻找显然不可能了。接线员灵机一动，赶忙向女孩询问母亲的电话。可当电话打过去后，卧室却传来电话的声响。原来母亲并没带手机出门，这不完犊子了吗？为了尽快找到女孩，黑姐调来了一辆消防车，她让巴克拉响警笛在街道行驶，只要接线员从女孩电话里听到警笛声，就能准确的确定女孩位置。然而没想到的是，由于小女孩太过惊恐，竟想跑到楼下逃到外面，不料恰好被劫匪碰个正着。女孩赶忙转身躲到桌下，但迟早会被劫匪发现。而与此同时，巴克驾驶消防车恰好路过女孩家门口，接线员也听到了警笛声。That's it. You just passed her, cowboy. 看到是消防车路过，劫匪对此并没多想，殊不知他们的位置早已经暴露。可好巧不巧，这时女孩母亲恰好回来，为了不惊动劫匪，巴克赶忙将她拉到一旁躲藏起来。黑姐则是悄悄从后门潜入，不料小女孩情绪崩溃，竟直接从桌底跑了出来。女孩尖叫着朝楼上跑去，但很快就被劫匪抓住，手机也被甩飞出去。Petey！这下好了，小女孩报警的事也被发现了。接线员通过电话安抚劫匪，只要不伤害女孩，一切都好商量。劫匪一气之下，立马将女孩关进了储藏室里。可他们刚想出门逃跑，突然就被黑姐拿枪指住。劫匪一把推开同伴，赶忙转身冲回房间。他挟持小女孩来当作人质，却不料他才刚出门，女孩突然就朝他手臂咬去。劫匪刺痛下丢开女孩，骑上摩托车就要逃离这里。黑姐赶忙通知警员，很快就拦住了劫匪去路。劫匪立马调转方向，掏出手枪就朝黑姐冲去。眼看劫匪就要逃脱，可下一秒就被水炮喷飞出去，劫匪倒在地上一脸的懵逼。没曾想巴克这个老六埋伏在这里，黑姐也被巴克的操作惊呆了，原来消防水袋还能这么用。最终2名劫匪全部落网。鉴于巴克的卓越表现，队长同意他戴罪立功留在队里，巴克这才保住了饭碗。男人挂在过山车上摇摇欲坠，而他距离地面足有100米之高。消防员刚想伸手营救，可下一秒就在刚刚，胖子和小黑到游乐场坐过山车，看到游玩的人吓得尖叫连连。胖子顿时打起了退堂鼓，但也架不住小黑再三劝说，毕竟前面还有2个漂亮妹子。殊不知他们即将殒命当场。由于胖子肚子太大，再加上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安全扣并没有卡到位，紧接着过山车就启动了。
You clenching your butt cheeks, aren't you? I hate you. 上一秒小黑还兴奋不已，不料才刚翻过高峰，在巨大的冲击力下，安全锁扣突然弹开，小黑瞬间就被甩飞出去。 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Oh my god, some guy just got thrown off the roller coaster. He's just lying on the ground. He's not moving. Send an ambulance. Please hurry. 很快，消防员就赶到现场，但下方场地空间有限，安全气垫根本无法展开。无奈之下，巴克只能乘坐云梯上去营救。不料过山车的位置实在太高，即便云梯也无法够到。巴克当即改变计划，决定徒手爬上去进行救援。眼看胖子就快力竭，巴克一边跟他聊天缓解恐惧，一边鼓励他坚持下去。毕竟胖子已经苦苦坚持了15分钟，可明明他已自身难保，却还在关心小黑的情况。殊不知小黑早已命丧当场。但为了避免引起恐慌，队长谎称小黑并没有死，还让人把小黑抬上担架，假装把他送去医院救治。可当看到下面拍照的人群，胖子脆弱的心瞬间破防。他可不想自己的事被发到网上，传出去就太丢人了。It's gonna be everywhere. It's gonna be all over the place. Forget about them, okay? You don't look down. 可吃瓜群众却不管不顾，甚至还当场开启了直播。巴克安慰他不必理会，毕竟保命才是最重要的。随即便把安全绳递了下去，可胖子却根本不敢松手，情绪也变得愈发激动。Can you tell them to stop recording, please? I don't want everyone to see me like this. Devin, I need you to concentrate. Slide your arm through the loop, and then we can deal with everything else. 无奈的巴克只好伸手去抓，不料短短的距离竟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伴随巴克的不断鼓励，胖子却突然变得沉默，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I can't. 可下一秒，胖子放弃营救，当场摔死。事后的巴克却是疑惑不已，明明伸手就能够到，可胖子偏偏选择放弃。老齐安慰他不必自责，毕竟他们已经尽了全力。但如果吃瓜群众少一点淡漠，放下手机多一点鼓励，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房东只是想上门收个房租，不料迎接他的竟然是一只老虎。就在刚刚，医院接到一名奇怪伤者，明明身上布满了巨大抓痕，可他非说是家里的小猫抓的。女警顿时感觉智商受到侮辱，谁家小猫会有这么大爪子？ What do you have living in your apartment? 可还不等男人做出回答，很快他住的公寓就出事了。房东拿着合同前来催租，毕竟男人已经4个月没交房租了。房东不断的敲打房门，可明明房间里面有动静，敲了半天却是无人回应。 Open up! 房东以为男人躲在里面，当即就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可等他进去一看，只见客厅里面一片狼藉。就在房东疑惑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一阵低吼。他定睛一看，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尿了。一只老虎竟从卧室里面走了出来。很快911接到报警，房东说他被老虎袭击了，一条大腿被老虎抓伤，血流不止，现在就躲在卫生间里。得知情况后，接线员先是让他找来毛巾绑在大腿上进行止血，随后又通知消防员前去营救。而与此同时，黑姐也带着男人赶往公寓。据男人交代，起初的老虎还只是一只幼崽，他本想偷偷养着当宠物，却不料发生这样的事。 They're not gonna hurt him, right? If I were you, I'd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your landlord. 好家伙，男人非但不担心房东，反倒担心起老虎的安危。另一边的消防员也已就位，老齐带好装备，直接从楼顶垂降而下，其他人则是在门口待命。可当老齐到达指定楼层后，却并没看到老虎踪影，难道是找错了楼层？就在他仔细打量时，突然，哇！ 好家伙，这可把老齐吓得不轻。老齐拿出撬棍，当即撬开了房间窗户。此时房东也听到声响，接线员提醒他不要开门，毕竟老虎还没被麻醉。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外面的老齐刚想动手，不料意识模糊的房东急于求救，竟稀里糊涂地打开了卫生间房门。眼看老虎朝他走去，老齐立马开枪，刚好击中老虎屁股，但老虎并没立即倒下。这下不完犊子了吗？毕竟麻药生效还需要几秒钟时间。房东吓得张大嘴巴，接近窒息。危急关头，麻醉剂终于奏效了，老虎身体一软，瘫倒在地，很快就当场昏死过去。He's down. He's down. 急救员当即冲进房间，房东这才堪堪捡回一命。可他却开口说道 No pets. 啦啦队员只是在场外翻个跟头，不料下一秒就被球员撞飞出去。众人赶忙跑过去查看，顿时就被惊得呆立当场。
只见男孩上下半身彻底调转，脸和屁股竟朝同一方向，母亲吓得脸都白了。孩子被扭成了麻花，还能活吗？众人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很快消防员就赶到现场。虽然现场也有急救人员，但这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可当看到眼前场景，消防员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这种状况他们只在教科书上见过。好在埃迪在阿富汗服役时遇到过，可问题是骨盆里有很多动脉，稍不注意就会内出血。We work fast. Diaz, you take point with the stretcher pictures. Tight end. Or triage. 消防员先是对他身体进行固定，随后又小心地将他翻转抬上担架。然而谁都不敢确定男孩会不会就此落下终身残疾。1, 2, 3. 老七脱下他的鞋子，随后用笔挠他脚心。好在男孩还有反应，说明神经并没彻底受损。埃迪又让他抬起胳膊，男孩听后赶忙照做。当看到他伸出大拇指的那一刻，众人悬着的心这才安顿一些，说明男孩还有恢复的可能。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危机也才刚刚开始。男孩刚要被送上救护车，突然他就没了反应。Weston? Guys, I'm losing him. BP's bottoming out. He's probably bleeding internally. 消防员立马带他朝着医院赶去。为了稳住男孩血压，他们赶忙给他输液，但由于失血过多，不及时止血，即便输液也无济于事。而更糟糕的是，最近的医院也要12分钟才能到达。男孩显然撑不了那么久。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决定做个大胆的尝试，那就是把球囊塞进动脉进行止血。可即便黑妹也只做过一次，并且还是在平稳的地面上，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只能在颠簸的车上进行尝试，毕竟这是男孩生还的唯一希望。两人先是找到大腿动脉，黑妹负责观测，埃迪则进行操作。这个过程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刺破动脉，男孩也将再无生还的可能。不料埃迪刚想下针，救护车突然发生颠簸，这可把埃迪吓得不轻。老齐对此也非常无奈，只能尽力稳住车子。稍加平复后，埃迪拿起针头继续操作。好在这次下针非常顺利，而接下来才是最棘手的部分，他要将球囊精准送到动脉出血的位置。庆幸的是，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他们成功将球囊放置完毕。BP's back. It's our boy. 很快男孩就苏醒了，众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没过多久，男孩被成功送到医院，医生则是满脸震惊，没想到他们竟在车上完成了球囊植入，否则男孩肯定坚持不到医院。相信不用多久，男孩又能回到赛场翻跟头了。男人只是打个喷嚏，竟然把肠子给崩了出来。妻子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What's your emergency? My cheating husband just spilled his guts. 等消防员赶到后，顿时就被这一幕给吓了一跳。消防员很是疑惑，只是打个喷嚏，肚子怎么就崩开了呢？可当急救员询问他时，男人却是指向妻子，说是妻子袭击了他。妻子对此一脸无语。队长问他最近有没做过手术，男人说他上个月做过阑尾切除，原因找到了，看来是打喷嚏崩开了伤口。可妻子却说是撒谎引起的，因为丈夫有个毛病，只要一撒谎就会打喷嚏。刚才她和丈夫闹离婚，丈夫不承认自己有外遇，然后就不停地打喷嚏，她认为是丈夫咎由自取，丈夫气得大喊着让她滚出去，还说我从来都没爱过你。不料话音刚落，妻子立马就变了神色。丈夫说他不爱自己，随即便打了个喷嚏，这不正说明丈夫还爱自己吗？难道真的错怪了丈夫？一想到这里，妻子顿时感觉懊悔不已。来不及多想，急救员赶忙将男人抬上轮床，妻子也跑过去给丈夫道歉，表示她也不想把事情闹成这样，他们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Yes, baby. Yes. But we're gonna make it work this time. I promise I'll never stray again. 不料下一秒，妻子顿时就又变了脸色。 Son of a bitch liar. 可这边才刚结束，另一边又突发了危机。男孩才刚来到他家后院，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求救声，他循着声音向前走去，发现声音是从深井里传出来的。 很快，消防员就赶到现场。男孩说他弟弟掉了下去，父母更是焦急不已。为了探明井下情况，队长拿过探测仪，当即就放了下去。男孩卡在狭小的井壁里，队长安慰他不要乱动，他们会尽快救他上来。可现实情况并不乐观，男孩还在不断下滑，每下滑一点都会卡得更紧，很可能会造成体位性窒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巴克建议动用挖土机，队长认为风险太大，一旦井壁坍塌就麻烦了。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派个人下去营救，但管道实在太过狭小，成年人根本无法下去。 I can do it. 这时哥哥开口了，说他可以下井营救，情况紧急，消防员只能让哥哥下去一试。老齐对他做了详细交代，告诉他该如何操作。Kick your feet and we'll bring you right up. Got it. All right, time to go. 准备完毕后，他们将哥哥倒挂着送进管道。哥哥慢慢朝着弟弟靠近，一边下降一边安慰弟弟不要害怕。I'm coming down.
众人也是紧张无比，生怕会再出什么意外。不管哥哥成功与否，2分钟内他们必须把他拉上来。庆幸的是，很快哥哥就来到弟弟跟前，他拿出安全绳，紧紧套在弟弟身上，随后踢动管道发出信号。巴克立马拉动绳索，一番紧急操作后，很快2人就被拖了上来，一场危机这才化解。相信经历此事，兄弟俩的感情也会更加深厚。Mom, Dad, Miles helped me wiggle up. Good job, Miles. Jack's really lucky to have a big brother like you. And I'm lucky to have a little brother like him. 就在这时，弟弟拿过来那本童话书，让哥哥给他讲故事。看到如此温馨的一幕，众人全都露出欣慰的笑容。或许在每个消防员心中，这就是支撑他们砥砺前行的最大动力吧。千万不要招惹眼前这个女人，只因男友买错了礼物，她不但用菜刀将其砍死，更是将男友尸体大卸8块，随后还用胶水重新沾起，其残忍手段简直是闻所未闻，令人发指。1年1度的情人节又到了，为了庆祝节日，女人精心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这原本是个美好的夜晚，男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礼物，女人迫不及待地将其拆开，可当看到里面是一盒廉价的巧克力后，女人顿时就变了脸色。 I like chocolate. I like Flavion diamonds. Real diamonds, not Flavion diamond-shaped chocolates. Did you think I was going to get you real diamonds? 女人感觉失望无比，我对情人节期待了这么久，你却送我这么多玩意儿。眼看男友毫不在意，女人愤怒地把杯子摔碎在地，而男友也不惯着她，站起身子就要离开。女人赶忙追了上去，想把男友挽留下来，可男友却将她一把推开，还说她不是自己唯一的女友，别的女孩还等着自己约会呢。殊不知他的这一番话，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很快，紧急中心接到报警，邻居投诉说隔壁家里很吵，希望警察前来查看。不多久，黑姐就开车赶了过来。 LAPD, open up, please. 看到警察上门来访，女人先是微微一愣，随即便若无其事地打开房门。得知警察来意后，女人说她和男友发生争吵，随后男友便离开了。可细心的黑姐还是想进门查看，毕竟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打量几眼后，并没发现任何异常。女人说她的男友是个渣男，还在情人节把自己甩了，神情中更是流露出无尽悲伤。黑姐见状，赶忙好心安慰，并表示如果需要帮忙，可以打自己名片上的电话。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殊不知她的这一举动，竟也险些让自己死在了女人手中。等黑姐走后，女人随手拿起一把锋利的菜刀，转身就推开了储物间房门。男友被胶带捆绑，惊恐无比，可女人没有丝毫的怜悯，立马就举起菜刀将他砍死。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久后女人竟主动把黑姐叫了过来。黑姐问她发生了什么，女人突然从身后拿出一份礼物，说她很感激黑姐之前的开导，而现在她也想通了，说什么也要黑姐留下来喝一杯，却一不小心把酒洒在了黑姐身上。 Oh my god. Oh, I'm so sorry. 黑姐说要去卫生间清洗一下，可当来到卫生间后，她竟无意间在浴室里发现一滩血迹。黑姐顿时就提高了警惕。 Melora, I'm gonna need to get your ex-boyfriend's phone number from a report. 黑姐掏出手枪，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但却并没发现女人踪影。就在黑姐四处查探时，突然在书房里看到一具男人尸体，女人将男友大卸8块，随后又用胶水粘连起来。就在黑姐震惊不已时，突然被一把手枪顶住脖子。 Wish you hadn't gone in there. The superglue's still drying. It isn't ready yet. 就这样，黑姐被女人五花大绑，当场挟持。黑姐劝她停止恶行，可女人根本听不进去，俨然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黑姐一边偷偷脱困，一边稳住女人情绪。不料仓房里又传出一个女人的叫声 Who else is here, Melora? Ashley. 原来她把男友的情人也绑了过来，要不是她男友也不会背叛自己。可还不止如此，女人还想把黑姐纯洁的心脏挖出来，然后放进男友体内，这样男友就会对她忠贞不已。黑姐顿时被惊出一身冷汗，显然这个女人已经疯了。 And you're a crazy bitch. Better than a dead one. 女人拿出菜刀刚想动手，可下一秒，好在黑姐及时脱困，否则真的就要命丧当场。但没想到的是，很快又一个女人气冲冲地找上门来，原来她也是男人的女友，因为情人节被放了鸽子。根据男友的手机定位找到这里，好家伙，男人这是同时交往了几个女友，能有今天也是罪有应得了。 T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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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警察有多嚣张，只因女人不配合检查，便遭到警察的当场枪杀。然而更可气的是，这一切都被孩子看在眼里。就在刚刚，女人带孩子外出旅行，车子却被2名警察拦下，理由是使用了非法车牌。警察让她下车接受检查，但女人说自己是主权公民，并不受当地联邦管辖，说什么也不肯下车配合。 Mommy, what's wrong? It's okay, honey.
Mommy's just fighting oppression. 眼看是说不通了，刚入职的警察想尝试一下，上去就和女人套起了近乎。他说：“我叫马修，我的叔叔也住在蒙大拿州，也拥有主权公民的身份，但这里可是洛杉矶，既然来了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法律，只要打开车窗出示驾照就可以。”可女人并不吃这一套，甚至还当场羞辱起了马修，说他是个带着警徽的恶霸。马修顿时就来了脾气，既然讲道理你不听，就别怪我敲碎车窗了。黑姐提醒他车上还有孩子，不料还是晚了一步。Get out of the car now! Get out of the car! 马修上去就要拽女人下车，女孩被吓得放声尖叫。女人刚想拿包出示驾照，马修误以为她要拿枪，立马就对女人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过后，女人的身体颤抖不已，子弹刚好击中她的腹部。她怎么也没想到，警察竟然会对她痛下杀手。黑姐愤怒地将马修推到一旁，一边让同事将女人抱出车外，一边拨打了急救电话。而女人情况十分危急，黑姐赶忙让马修去拿药箱。I know, ma'am. I know. Just try to lie still. Help is on the way. 小女孩也被吓坏了，毕竟她亲眼看到警察开枪打中了母亲。可也就在这时，女人突然两眼一闭没了意识。见此场景，一旁的马修顿时慌了，甚至连个呼吸器都找不到。黑姐只好亲自翻找，随即便给女人做起了人工呼吸。她一边抢救一边呼唤女人，希望为了孩子她能挺过难关。庆幸的是，没多久女人就又苏醒过来，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经过一番抢救，女人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而马修也因过失伤人被警局开除。要是女人不幸死去，恐怕就不是丢饭碗这么简单了。男人举起猎枪，对着绑满炸药的大树就射了过去，伴随一声惊天炸响，大树里竟然飞出了一颗子弹，恰好击中男人胸膛。男人到死都没想到，他竟然会被一颗1年前的子弹杀死。趁着还有一丝气息，男人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可当急救员赶到后，很快男人就惨死当场。此时队长注意到，1年前他曾来过这里，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傍晚。就在这棵树上，男人妻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男人却是满脸淡漠，对于妻子的死活更是没有半点悲伤。看到女人手腕的勒痕，众人心中顿时就有了答案。显然女人生前曾遭到过丈夫残忍虐待，虽然男人并不承认，但眼前的这棵大树以及镶嵌在树干里的那颗子弹，就是男人暴行的最好证明。男人时常会无缘无故殴打妻子，只因妻子回了趟娘家，男人便怀疑妻子有外遇。妻子对此忍无可忍，终于掏出了手枪进行反抗。她威胁丈夫不要过来，否则她肯定会扣动扳机。可男人对此并不在意，他笃定地认为妻子不敢开枪，还对妻子出言嘲讽 Just so pissed at myself for letting you rip me away from my life and control me. Shoot. 不料他刚想冲去，妻子果断扣动扳机，但子弹并没打中丈夫，而是射进了大树里。他一把将妻子打倒在地，接着就开始侮辱妻子。 You want out so bad. You're gonna have to shoot yourself, not me. 经历此事，妻子的内心防线彻底崩塌，于是便在树上结束了自己生命。但碍于没有直接证据，消防员对此也无可奈何。而自那天以后，这棵被子弹击中的大树就仿佛生病了，一天天的开始枯萎。专家看了也无能为力，于是建议男人将其砍掉。随后男人找来炸药，用胶带紧紧缠绕在了树干上。看了眼那颗子弹后，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个轻蔑的笑容。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即将被他炸毁的这棵大树，似乎蕴含了妻子的无限咒怨，竟然在爆炸的瞬间射出了那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男人胸膛。伴随着男人和大树的倒下，一段悲剧的往事也就此画上句号。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